อาจจะไม่อยากทักทายยังไม่คุยกับลูกค้า你这样说会让别人误会我们之间怎么了吧？我只不过是包了你的车，准备在泰国东北部的乌龙、汶干、廊开玩一趟，就3天2晚而已。但是我没想到的是，行程的最后竟然搞到2个人非得要去药店买药来吃，这真是太尴尬了。我尝试性的用 AI 帮我做了一份泰国东北部的旅行计划，结果还蛮吸引的，有上天的，也有入地的，景观、历史、神话全部都包括了。于是我就直接从曼谷飞过来了。这个乌龙他尼的机场，相对这一座小城市来说，大的真的是有点过分了。因为这里曾经是美越战争时期美军的重镇，从这里飞去轰炸越南的河内，返回的时候可能咖啡杯里的冰块都还没有融化。我就忍不住问 AI 了，那从这里去越南不是要穿过老挝吗？老挝既然都配合美军了，为什么后面美军又要炸别人呢？ AI 的回答真是让我跌破了眼镜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 AI 还强烈的建议我要租小车去自驾，摩托车是不行的。我一边纠结一边打车去酒店，就顺口问了一下司机，说能不能拉我去跑这一个环线。我把这个 AI 做的计划发了给他，他说他就当一起去旅行算了，一天只收2000泰铢，我来付车子加气的钱。นี่วัวไม่เคยทำอันนี้วัวเขาบอกว่าไม่เคยทานวัว这个边炸วัวนู่这个กินเขาบอกว่า我的泰语就这个水平了，必须得指手画脚才能够说明白，所以有很多细节我们都没有谈。到了现在我才开始有点慌了，这路上的吃喝拉撒睡是不是全都得我买单呢？我这一趟盲盒之旅又得花多少钱呢？这个也是 AI 建议来看的大黄鸭，说是这个城市的地标，但这里真正吸引我的是那种属于小城才有的宁静。很難想象幾十年前，不僅美軍來這裡建基地，越南人也逃到這裡來討生活。มีคนเยอะนะที่นี่มีคนเยอะเลยครับเยอะครับเยอะใช่ถ้าอยู่ที่นี่วิ่งจริงๆสบายนะ ได้ครับสบายมากตอนนี้อันนี้สวยๆนะอยู่หาดใหญ่ก็มีอันนี้แต่ว่าพวกเขาว่าเอาไปดูฉันไปแล้วอะไรนะเป็นเละๆนะ难怪这座泰国东北的小城既有美国文化也有越南基因。难道从那个时候起泰国就这么包容了吗？打人的和被人打的都跑到这里来了。อันนี้นะเป็นกุ้งผัดอ้อยที่การทำก็เอาผักใช้นี่ผักแล้วก็เอาแป้งไว้ตามยำหมูใส่เครื่องใส่这个จับเขามันต้องได้ชั้นจริงจะได้ไปห่อเป็นคำอย่างเงี้ย说是在乌龙这里吃越南菜是非常正宗的。这一个裹着虾肉的甘蔗虾，咬下去也不知道是甘蔗的甜还是虾肉的甜，反正是满嘴的鲜甜。这一大桌子菜撑死我们2个了，最后也就100多块钱。不过既然我包了人家这顿饭的钱，就当然得我来付了。อันนี้เป็นสมัยแบบสถานีรถไฟใช่ไหม晚饭之后他带我转了转城里的夜市，说这里每天都有很多老挝人过来进货，再带回到几十公里外的万象去卖。这个火车站还有直接开往泰老边境的班次。回到酒店之后我才开始感到紧张，真的就这样和一个陌生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吗？如果他是坏人怎么办？所以我赶紧截图聊天记录发给了泰国的朋友，叮嘱他说如果联系不上我就直接帮我报警。
如果不是 AI 极力推荐，光是看网上的图片，那太普通了，我是绝对不可能来这里的。况且从市区来还要1个多小时的车程，这摸黑赶路，晨雾弥漫，司机还是一个陌生人。这里有2种船给你选择，司机建议说选大的，我心想也就是选贵的呗。出发了之后才知道，他这真的不是带私心的推荐，这个小船实在是太单薄了，以我这种体型坐上去，真的会有点翻船的风险。这 AI 实在太没有人性了，它只是提醒我要穿白色的衣服来，容易上镜，但是却没告诉我泰国东北部的清晨会这么冷，我被冷到一直的打寒颤。好在没有过多久，这梦幻的粉红花海和日出带来的第一缕暖阳就同时现身了。这里的美是任何摄像机都没有办法捕捉的视觉奇迹来的，所以受点冷风也是完全值得的。上岸了之后，在路边摊买早餐，他居然叫我付钱。到了后面买咖啡的时候，他说让我先付他第1天的工钱，这样他才有钱请我喝咖啡。这个时候我才明白，原来他不敢带钱出来，应该怕我是坏人。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瞬间感觉我安全了，因为我知道他并没有歹心，否则的话他就不用害怕了。从这里前往汶干有100多公里，这点距离对于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就真的算不上什么，但是真正开起来才发现，这些道路它只相当于国内的市级或者镇级的公路，这一路要穿过村庄和树林。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吧，我看到了一场浓缩的季节变换表演。原本内陆是秋天一样的干旱焦黄，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湄公河，树木又变回了绿。问了 AI 才知道，泰国东北部它是一个巨大的高原盆地，我们正在向着盆地的边缘行驶，那边才有湄公河的滋养。看着大货车呼呼的过，我感觉 AI 好像真的曾经来过这里一样，知道摩托车在这种公路上面行驶，随时都有可能被货车带起了大风刮跑。到了汶干之后，我没有订酒店，就随便在湄公河边选一家了。我正在和前台研究要不要合景房的时候，司机突然在旁边跳出来说：我们要2间房吧。我心想，我比你更害怕好吗？他能看 number half。为了赶下午的普陀山行程，我连午饭都没有吃，只想赶紧的补个觉。起来的时候，司机已经去吃完了，我就只好在路边随便打包了一盒这种红色的小点心，这味道还挺特别的。司机的本地朋友专门赶过来为我们带路，也幸好有他，否则我们要多绕不少的冤枉路。但是这个破 AI 又没有提醒我，山上是没有商店的。我原本以为这种大景点应该总能买到水吧，结果最后真的是又累又饿又渴。下山的时候刚好是景区关门的时间，司机一路都在感慨说，这个 AI 做的计划太准了，我们来早了太热，来晚了人家又关门了，他这建议的时间啊刚刚好。前一天又是出海又是上山，累得我连酒店都没有力气拍，倒头就睡着了。今天更是要4点半就得爬起来，因为 AI 说了，3更时的日出又是属于美爆级别的。但是有了昨天的教训，我就提前买好了围巾和雨衣，这样我就不用再发抖了。这里有车接送往返，所以这旷世的美景轻轻松松的就拿下了。吃过早餐，我们就按计划前往廊开了。途中经过太老第5号大桥，很难得这司机的玩心和我一样的重，他并不是那种为了完成任务的司机。大桥的2端，一边是泰国的商业版图，一边是老挝的原始丛林。这可怜的老挝啊，从未与美国宣战，但是却成为了人类历史上人均受炸弹轰炸最严重的地区。说起来真的是既残酷又讽刺。
当年从乌龙起飞的美军战机装着满满的炸弹去越南执行任务，如果有炸弹还没有扔完，为了降落时候的绝对安全，飞行员就会像扔垃圾一样，随手把它丢到老挝的森林里。对他们来说是为了减重和更安全，但是对于老挝人来说，却是至今都没有办法排清，并且随时可能引爆的致命的隐患。另外，当时的北越借道老挝边境修建了著名的胡志明小道来运送物资，美军为了切断它，又对着老挝进行了长达9年的地毯式的轰炸。历史的伤痕是无法抹平的啦，只希望这条大桥在将泰老越的贸易大通道连通之后，能够给老挝的未来带来一点真正的改变和补偿吧。这里是第5号大桥，第1号大桥呢就在兰开的市区，过了这道桥再打个摩的10多分钟就可以去到万象了。说实在，兰开只是泰国的一个边境城市，但是论街道的整洁和基建的先进程度，它比老挝的首都都要更胜一筹。在这里有一个很出名的疯子公园，它汇集了满天的神佛，因为主人觉得任何的信仰都值得尊重。司机说他小时候就来过这里了，看着这些发黑的水泥雕像，我心想，这到底是神还是魔呢？我就开玩笑地问司机说，小时候你父母带你来是为了求神保佑，还是为了吓唬你啊？他就说，小时候来吓死了，父母也一直在说，如果你不听话就会被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最终他还是被带到过这里2次了。这个和我的经历就完全不同了，我们进庙大多都是许下心愿，然后等待实现。这2天我们聊了很多，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在副驾驶座位上面睡觉的人，总觉得让司机一个人开车太无聊了吧。他问了我对泰国人的看法，我就跟他分享了我刚到泰国的时候遭遇过的无良中介的往事。我发现我们对善恶的认知，对界限感的把握，竟然是出奇的一致的。我们从来不打探彼此的家庭状况，因为都有一个默契，就是你想说自然会开口，你不想说我就更加不应该问了。第3天在山顶走玻璃桥的时候，这种默契更是升华到了极点，他甚至都不需要我开口，就知道应该站在哪个角度来帮我运镜。进山洞的时候，我听不懂向导的泰语，但是我却能够明白司机的意思。那一刻我才发现，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能超越语言的东西存在，反而是拥有了全世界智慧的 AI， 只是一直在说这里有什么背景故事，但是却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山洞是如此的狭窄。如果是欧美大汉，恐怕只会卡在里面，进退两难。我们折腾了一圈出来，真的是被折磨到彻彻底底的了，不得不直奔药店去了。因为昨晚睡觉的时候，每次翻身都会被痛醒，非得要吃止疼药才能够解决了。这一瓶伊散药酒也是一份能够治愈疼痛的良药，这里面有蜈蚣、草药、毒蛇什么的，把它们全部都泡在一起，时间久了就有了特效了。这不就是兰开吗？不就是伊散这片土地吗？当年美军带来了美元，越南難民帶來了手藝，真正曳啊！ใช่มึง跟หมูนี่มึง跟หมู了。这里的人不談政治，只求生存。打人的在这里变成了消費者，被打的在这里变成了鄰居。这种看似沒心沒肺的包容，其實是一種極度清醒的實用主義。既然歷史的傷痕抹不平，那就把它揉碎了，放进酸辣的涼拌木瓜絲裡，放进正宗的越南春卷裡，甚至放进這滿天神佛的公園裡。萬物皆可混搭，萬物皆可治愈，這個就是泰國。